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佛历闰8月上初八，万象小雨转晴，25到32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外汇牌价、股市行情、黄金报价、燃油价格以及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2,492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5基普，涨幅 0.07%。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2.66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0.1 基普，跌幅 0.01%。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264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2基普，涨幅 0.06%。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昨日，老挝股市整体呈现震荡上行情势，综合指数低开于 1320.48 点，盘中一度冲高至 1350.94 点，随后高位回落，最终报收于 1332.96 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 9.72 点，涨幅为 0.73%， 全天成交总量为136万6200股，总成交额达到 24.11 亿基普。从个股表现来看，市场呈现多头占优格局，权重股提振明显，外贸银行表现活跃，成交量达 41.14 万股，上涨60基普，收于2750基普。老挝电力上涨80基普，收于2560基普，成交 14.88 万股。此外，老挝农业、老挝石油及萨瓦尼均实现不同程度上涨。下跌方面，仅浦西开发微幅回调，下跌20基普，收于980基普，其余个股都以平盘报收。其中，中老证券成交活跃，成交量达 56.91 万股，收于265基普。联合发展银行成交 8.75 万股，收于5800基普。马哈腾与万象中心分别成交 4.02 万股和7300股，价格均持平。整体来看，在金融与电力等核心板块的带动下，昨日市场交易情绪有所回暖，大盘顺利收复1300贯口上方失地。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黄金银行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580万1000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84万基普，跌幅 1.8%。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7月22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3088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3274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总理赴沙拉湾省图姆兰区视察指导工作。7月22日，总理宋塞西潘敦率团前往沙拉湾省图姆兰县图姆兰区视察指导工作。宋塞西潘敦对图姆兰区部署重点工作，要求加强打击社会丑恶现象及非法砍伐、非法采矿行为，密切监视灾害天气并做好应急准备，解决儿童辍学，合理配置师资并提升医疗水平，因地制宜发展种养殖业以扶贫减贫，集中规划住宅区以便于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干部培训与内部团结。随后，宋塞西潘敦向当地捐赠了资金，并视察了卡唐族纺织手工艺小组及苏发努冯路桥项目。2. 副总理出席东盟与对话伙伴国外长系列会议。7月22日，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通沙万峰威汉在菲律宾马尼拉率团出席东盟与11个对话伙伴国的外长会议。作为东盟加拿大关系协调国，通沙万峰威汉与加拿大外长安妮塔阿南德共同主持会议，推动2026年内完成自贸协定谈判，并批准了新的行动计划。在与其他伙伴国会议中，各方分别就推进自贸区升级，通过新一期行动计划，加强经贸投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应对气变及安全合作等达成多项共识，并批准了多份联合声明。3. 老挝警方打掉一涉网络赌博团伙，抓获67名泰国人。7月21日，老挝经济警察局等部门联合破获一个网络赌博网站客服犯罪团伙，在塞瑟塔县波恩帕瑙村一租赁楼房及塞塔尼县一酒店内抓获泰国籍客服人员67人，现场查获台式电脑46台、手机133部等作案工具。目前，警方正在审讯并将把嫌疑人移交泰访依法处理。警方向提供线索的群众表示感谢，并呼吁公众积极监督举报违法犯罪行为。4.
外交部召开承办禁止集束弹药公约审议会议筹备会。7月23日，外交部作为老挝解决未爆弹药问题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单位，在万象市苏帕特拉酒店召开承办禁止集束弹药公约第3周期审议会议国家指导委员会及各分管委员会月度会议。外交部副部长兼老挝解决未爆弹药问题国家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阿努帕旺诺盖主持会议，各相关委员会负责人出席。会议听取了筹备工作进展汇报并开展讨论，确保承办本次国际会议高效顺利进行。5. 国家主席视察万象省万荣县农场果园。7月22日，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在万象省视察期间，前往万荣县纳赛村视察了第2微优农场果园。万象省委书记兼省人民议会主席普塔努佩塞颂巴及省、县领导陪同。该农场创办于2006年，种植有红毛丹、榴莲、牛油果、山竹、椰枣及咖啡等作物，年均投入约2亿基普，年收入约 1.5 亿基普。通伦西苏里了解了农场的经营管理情况。随着作物进入丰产期，该农场预计将增加收益，并发展成为可持续农业种植的学习示范基地。6. 塞松本省检查省会城区道路及山体滑坡隐患点。7月22日，塞松本省省长布潘印塔潘亚率省、县领导班子实地检查省会城区道路状况及受自然灾害影响的隐患点，跟进收集受损数据，以加快开展抢修恢复工作。检查组重点排查了路面破损、山体滑坡、路基冲刷及涵洞堵塞、水漫道路等安全隐患，并实地查看了拟铺设水泥路的巷道、斯萨格公司抗滑坡施工点、望南西方向铁桥、阿努旺国王洞穴前涵洞、帕能耶十字路口积水处及通凯区域滑坡点。7. 占巴塞省委书记视察隆洛西安国际口岸。7月22日，占巴塞省委书记阿伦塞孙纳拉率团赴孔县隆洛西安国际口岸视察指导工作。隆洛西安国际口岸负责人布天泰努安帕瑟汇报了上半年工作，期间口岸共办理落地18362人次。阿伦塞孙纳拉对口岸安全稳定予以肯定，并提出指导要求，核查口岸用地，打造特色地标，加快推进197米混凝土路及13号公路南段修复工程，完善现代口岸系统，全力保障人员与货物高效通关。8. 占巴塞省彭通县举行新农业与环境局办公楼交接仪式。7月23日，占巴塞省彭通县举行新农业与环境局办公楼交接仪式。彭通县县长派萨安塞维昂、县农业与环境局局长维塞皮马森、县公共工程与运输局副局长康潘康素斌以及建设方代表出席。该项目由世界银行资助94982美元修建，建筑长15米，宽20米。项目主体及各项工程已基本竣工并正式交付使用。派萨安塞维昂讲话后，双方完成了交接并启用新办公楼。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